我老婆月薪2.7万，一分不留全给她娘家。我问她，我们的小家怎么办？谁知她不屑一顾，我挣的钱你管不着。我微笑着点点头。行，公司派我去上海出差3个月，你照顾好自己。她满不在乎的挥挥手。然而半个月后，我的手机被打爆了，58个未接来电，24条嘶吼的语音。凌晨，我接到岳父的电话，听筒里是他压抑着颤抖的声音：“你妈突发心梗，正在医院抢救，你快过来。”我整个人像被冰水从头浇下，瞬间清醒，下意识去摇晃身边熟睡的妻子柳如烟。快醒醒，妈进医院了。她被我推醒，脸上写满了被打扰的不耐烦和起床气。你妈住院关我什么事？大半夜的让不让人睡觉了？那一瞬间，我身体里所有的血液似乎都凝固了。你妈关我什么事？结婚3周年，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，在她心里，我们从来就不是一家人。我的父母永远只是你妈你爸，与她无关。我看着她那张我曾经无比迷恋的脸，此刻却只让我感到一阵阵的恶心和寒冷。我发出一声极轻的冷笑。电话是你爸打来的，那是你亲妈。话音刚落，空气瞬间停滞了。下一秒，他闪电般的翻过身，那双漂亮的眼睛里只剩下惊恐和慌乱。你说什么？我妈怎么了？他猛地坐起来，一把抓住我的胳膊。叶晨，你快说话啊！我妈到底怎么了？快，我们快去医院！他哭喊着，手忙脚乱地掀开被子就要下床，我却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我缓缓地一根一根地掰开他紧抓着我的手指，然后当着他那张写满震惊和不解的脸，我站起身，走到卧室门口，咔嗒一声，将门从外面反锁了。我靠在冰凉的门板上，听着里面传来的疯狂拍门声和他撕心裂肺的哭喊：“叶晨，你混蛋！你开门！你把我妈怎么了？开门啊！”我的心在那一刻彻底死了。也就在那一刻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这场名为婚姻的闹剧该结束了。半个月前，我穿着熨烫平整的衬衫，拉着一个24寸的行李箱，站在玄关处换鞋。柳如烟盘腿坐在沙发上，一边吃着薯片，一边看着综艺节目，笑得前仰后合，对我即将开始的远行没有丝毫的留恋。公司临时派我去上海出差，项目比较急，大概要3个月。我语气平静地交代着，他甚至没回头看我一眼，只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像赶走一只嗡嗡作响的苍蝇。知道了，快走吧，挡着我看电视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看着这个我们共同生活了3年的家，看着墙上那幅已经蒙上一层薄灰的婚纱照，心中最后一点温情也被消磨殆尽。我微笑着点点头，行，你照顾好自己。他连头都没抬，嗯了一声，算是回应。电梯门缓缓合上，倒映出我那张戴着金丝边眼镜的脸，冷静的可怕。我没有去机场，而是拉着行李箱打车去了同城另一区的一间早已租好的公寓。那是一间朝南的一居室，阳光很好，家具不多，但足够我一个人生活。这场出差目的地不是上海，而是自由。我叶晨，一个年薪40万的 IT 项目经理，一个在外人看来事业有成、家庭美满的好男人，终于决定要结束这场被吸血鬼家庭牢牢寄生的婚姻。半个月，15天，我掐着指头计算，柳如烟和她那个原生家庭所依赖的经济支柱，应该已经开始动摇了。果然，第16天的下午，我的手机开始疯狂震动，屏幕上“老婆”2个字刺眼的跳动着。我没有接，任由它响了一遍又一遍，直到自动挂断。紧接着是微信消息的轰炸，我点开，全是柳如烟发来的，从一开始的质问到愤怒的咒骂，再到最后几乎是嘶吼的语音条。我将手机调成静音，给自己续上一杯咖啡，慢条斯理的喝完，直到屏幕上显示着58个未接来电，24条未读语音时，我才终于按下了接听键。听筒里立刻传来柳如烟气急败坏的咆哮：“叶晨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人哪去了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”我将手机拿远了一些，语气平静无波：“我在开会，怎么了？”我的冷静似乎更加激怒了他。开会？你少他妈跟我装！房贷逾期还款的催收短信都发到我手机上了，物业费催缴电话直接打到我公司前台了，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端起咖啡杯，轻轻吹了吹热气。是吗？我在上海这边项目开销大，手头有点紧，你的工资呢？这个问题像是一颗火星，瞬间点燃了他这个火药桶。我的钱给我弟买车付首付了，你不是知道吗？你一个年薪40万的大男人，连1万多的房贷都拿不出来，你丢不丢人？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他的声音尖利，充满了理所当然的指责。我脑海里不受控制地闪回出1个月前的那个夜晚，那天是我33岁的生日，我加班到深夜，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，想和他简单的庆祝一下。推开门，却看到他坐在沙发上，眼睛红红的，像刚哭过。见状，我心里一紧。怎么了，宝宝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他抽噎着和我娓娓道来。小涛谈了个女朋友，女方要求必须有车有房才肯结婚，不然就要分手。他是我唯一的弟弟，我不能看着他因为没车就被人甩了。我心疼地抱着他，安慰道：“别急，买车的事我们慢慢想办法，总能解决的。”那个时候，我们为了换一套好点的学区房，已经辛辛苦苦攒了2年，存了整整50万。我天真的以为那是我们共同为了小家的未来在努力。直到第2天，我准备去银行办理理财转存时，才发现我们联名账户里的50万一夜之间不翼而飞。我疯了一样的给柳如烟打电话，她支支吾吾，最后才承认。我把钱转给我弟了，他去看车，一眼就相中了一辆迈巴赫，首付正好50万。我当时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那是我熬了多少个通宵，写了多少行代码，掉了多少根头发才换来的血汗钱。柳如烟，你疯了吗？那是我们买房的首付，你经过我同意了吗？面对着我的怒吼，他似乎比我更加理直气壮。什么你的我的，我们是夫妻，你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？再说了，钱没了可以再挣，我弟的婚事错过了可就没了，你怎么能这么自私？
就只想着你自己。听闻此言，我气得浑身发抖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那晚我彻夜未眠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从天黑坐到天亮，而他却心安理得的呼呼大睡，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这个女人已经无药可救了。思绪从回忆中抽离，电话那头柳如烟的咒骂还在继续。我轻笑一声，那笑声穿过听筒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你让你那宝贝弟弟帮你还房贷吧。柳如烟似乎没料到我会这么说，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，随即爆发了更猛烈的怒吼。叶晨，你混蛋，你小心眼，你不是个男人，我弟刚工作哪有钱，你就是想看我们家笑话。我没有再跟他废话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紧接着我点开手机联系人，毫不犹豫地将柳如烟他们一家4口全部拉进了黑名单。做完这一切，我从抽屉里拿出一支小巧的录音笔，按下了播放键。刚才我和柳如烟的所有通话内容，每一个字都清晰地被保存了下来。柳如烟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我不仅要走，我还要带走属于我的一切，拿回被你们吞掉的每一分钱。切断了电话联系，世界瞬间清静了。但我知道，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短暂的宁静。柳如烟不是一个会轻易善罢甘休的人。果然，第二天一早，他做了件震碎我3观的事。第二天，我的邮箱里就躺着10几封未读邮件，发件人全都是柳如烟，内容从一开始的咒骂变成了气急败坏的质问。叶晨，你这个懦夫，有本事拉黑我，有本事别躲着啊！家里的水电燃气费账单都寄来了，马上就要停水停电了，你到底管不管？你是不是把卡停了？我昨天在商场买单，刷了半天都刷不出来，丢死人了！看着这些歇斯底里的文字，我的内心毫无波澜。我慢条斯理地打开电脑，新建了一个 Excel 表格，然后我将这3年来我们这个小家的所有开销一笔一笔地列了上去。每月房贷12000元，每月车贷3000元，每月物业、水电、燃气、网络费约2000元，每月2人基本生活开销，买菜、日用品约5000元，零零总总加起来，每个月的固定支出高达2万2。而这些开销，自我们结婚以来，每一分都出自我的工资卡。我将这张表格截图附在邮件里，回复了柳如烟。邮件正文只有短短2行字：柳如烟，这些年以上开销全部由我一人承担，你的工资我1分没见过。现在我出差在外，手头不便，请你作为一个妻子，担负起你应尽的家庭责任。我知道这封邮件对他来说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。柳如烟在一家外企做文员，月薪2万7，然而这笔钱我结婚3年从未见过1分。他像流入了一个无底洞，这个洞的名字叫娘家。很快，柳如烟的回信就来了，字里行间都透着癫狂。叶晨，你是在跟我算账吗？你一个年薪40万的大男人，跟我计较这点钱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我看着邮件，冷笑一声，我就是要逼你亲手撕开那张名为亲情的遮羞布，让你看清楚，你引以为傲的娘家究竟是你的港湾，还是一个吞噬你人生的无底黑洞。还没等我回复，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打了进来。接通后，听筒里传来岳母那尖酸刻薄的声音：叶晨，你长本事了是吧？敢拉黑我们全家？如烟嫁给你是来享福的，不是来受你气的。你一个大男人，每个月赚那么多钱，让他自己还房贷交水电费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他的声音又高又尖，充满了理所当然。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躲到外地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了，赶紧把钱给如烟打了，不然我们就去你公司闹，让你在同事面前抬不起头。我将手机开了免提，一边整理着文件夹里的资料，一边语气平淡的回应：阿姨，柳如烟的工资2万7一个月，比我们家的房贷、车贷、物业费加起来都多。她作为一个30岁的成年人，完全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生活，这不叫欺负，这叫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家庭责任。电话那头的岳母明显语塞了一下，她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冷静。短暂的沉默后，她立刻开始耍起了无赖。什么共同承担？她是你老婆，她挣的钱就是她自己的钱，你的钱就是我们大家的钱，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。我忍不住笑出声。哦，这个说法我倒是第一次听说。这样吧，阿姨，我刚好认识一个律师朋友，我去咨询一下，法律上是不是也这么规定？闻言，电话那头的他直接愣住，跟岳母说完，不等他再开口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然而手机安静了不到3分钟，柳如烟的微信语音就通过小号发了过来，这一次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哭腔和颤抖。叶晨，我妈被你气得犯高血压了，你快回来看看她吧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闻言我呵呵一笑，狠心？我点开电脑里一个被我命名为爱的奉献的文件夹，里面记录的是我这3年来通过银行卡、微信、支付宝给岳母转账的每一笔记载。给岳母的生日红包8888元，给岳母的母亲节礼物5200元。岳母说老家亲戚要随份子，转账3000元。岳母说想换个新手机，转账7999元，合计30万188元。这还不包括我逢年过节买的各种昂贵补品、金银首饰。我看着这个数字，只觉得无比讽刺，这到底是亲情还是生意？我关掉文件夹，将手机彻底静音。柳如烟，你先别急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距离我出差已经过去了20天。这期间，柳如烟和她娘家的人仿佛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。这种反常的平静，我没有掉以轻心，反而更加确定一场更大的暴风雨正在酝酿。果然，第20天的深夜，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，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。我略加思索，按下了接听键。电话那头是一个沉稳的男生，自称是市交警队的。请问是叶晨先生吗？您是牌照为腾代393的奥迪轿车的紧急联系人，对吗？闻言，
我的心脏猛地一沉。交警口中的车，正是柳如烟给他弟弟刘小涛买的那辆。是的，请问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，交警的语气带着凝重。这辆车的驾驶员刘小涛于今晚9点30分在中山路高架涉嫌驾驶追尾了一辆保时捷，刘小涛本人已被我们控制，正在进行酒精检测。对方车主没有受伤，但车辆受损严重，初步估计维修费用在40万左右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内心狂喜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来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对着听筒用一种近乎冷酷的语调说道：“警察同志，感谢您的告知，但有几点我需要向您澄清。第一，那辆车的实际驾驶人和我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。第二，我不是车主，车辆登记在柳如烟女士名下。第三，我和车主柳如烟女士目前正在分居，并且准备协议离婚。因此，关于这起事故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和债务都与我本人无关。”我说的条理清晰，逻辑严密。电话那头的交警似乎也愣了一下，大概是没见过如此急于撇清关系的紧急联系人。好的，我们了解了，我们会再联系车主本人。挂断电话，我静静地等待着。我知道真正的地狱级嘶吼马上就要来了。果然，不出3分钟，我的备用手机开始疯狂震动。我犹豫了1秒，还是接通了。叶晨，你快去交警队，涛涛出事了，你必须管这件事，你必须管。那辆车登记在我的名下，如果留下案底，我的工作就全完了。涛涛现在还在里面关着，你快去把他弄出来啊！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慌和理所当然的命令，仿佛我才是那个惹了祸的人。我静静地听他吼完，然后用一种平静到诡异的语调反问道：“车是谁开的？”我静静地听柳如烟吼完，然后用一种平静到诡异的语调反问道：“车是谁开的？”他愣了一下：“是涛涛。那酒是谁喝的？既然车是他开的，酒是他喝的，凭什么要我管？”电话那头，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几秒钟后，终于爆发了：“就凭你是我老公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现在家里出事了，你不该管吗？”一家人。听到这3个字，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在你每个月拿着2万7的工资，却心安理得地看着我一个人承担所有家庭开销，还把你的钱全部补贴给你那个无底洞一样的娘家时，我们就不是一家人了。我将这些日子以来所有的压抑、愤怒和失望全部倾泻而出。电话那头彻底沉默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岳母那气急败坏的尖叫：“叶晨，你这个白忘恩负义的！我们如烟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你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你要是敢不管，我就吊死在你家门口，让你一辈子都背着骂名。”我听着这熟悉的威胁，只觉得可笑。好啊，地址你知道，你什么时候想去，随时欢迎。说完，我再次挂断了电话。这一次，我将这个备用号码也设置了黑名单。我靠在椅子上，长长的呼出一口气，本以为终于彻底清静了，但我低估了柳家人无耻的程度。在发现所有联系方式都被我拉黑后，他们开始了最原始也是最愚蠢的行动——上门堵人。2天后，柳如烟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我公司前台的电话，通过我的同事辗转联系上了我。这一次，他的声音不再有之前的嚣张和崩溃，只剩下一种疲惫和沙哑的哀求。叶晨，我们谈谈吧。我没有拒绝，因为我知道当面对质的时刻到了。见面的地点，我约在了我租住的公寓楼下。半小时后，我看到了那3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：满脸憔悴的柳如烟，一脸怒容的岳父，还有随时准备扑上来撕咬我的岳母。我没有立刻下楼，而是先打了个电话：“喂，陈凯，可以上场了。”陈凯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也是本市小有名气的离婚律师。在我决定反击的那一刻，我就找到了他。这半个多月，他一直在帮我整理所有的证据材料。5分钟后，陈凯开着他的奔驰，稳稳地停在了公寓楼下。我这才不紧不慢地走下楼。柳如烟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，她不顾一切地冲上来，死死抓住我的胳膊。叶晨，你总算肯见我了，你快去把事情解决了，先去把保时捷的钱赔了，把我爹从里面弄出来。他的声音急切，仿佛我是那个天经地义的冤大头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然后用力拨开了他的手。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陈凯适时地上前一步，将一份打印精美的文件夹递到了柳如烟面前。柳女士，你好，我是叶晨先生的委托律师陈凯。见状，柳家人都愣住了，显然没想到我会直接带着律师出场。见我直接带着律师出场，柳家人都愣住了。我环视了他们一圈，最后将目光锁定在柳如烟惨白的脸上。这是我们婚后3年，你通过个人银行卡、微信、支付宝、以红包、转账等各种形式转给你父母及你弟弟刘小涛的所有账目明细，共计98万7300元。你在未经我本人同意的情况下，私自无偿赠与你的原生家庭，已经严重侵害了我作为配偶的合法财产权益。我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追回这笔钱。我的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的耳朵里。柳如烟和他的父母全都懵了，他们难以置信地看着陈凯手中那厚厚一沓的账目明细。岳父的脸色由红转青，指着我吼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居然背着我们记账！女儿孝敬父母，帮衬弟弟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你还想把钱要回去？你还是不是人？”我没有理会他的咆哮，一字一句如同法官宣判。我的意思很简单，想要我出这40万的赔偿款，可以，你们先把这98万7000元还给我，我再考虑要不要借钱给你们去把你那个宝贝弟弟捞出来。
此时的柳如烟嘴唇失去了所有血色，她疯狂地摇着头，嘴里喃喃自语：不可能的，我没有给过那么多钱，我没有。看着他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我心中没有丝毫怜悯。我拿出手机，点开一段早就准备好的录音，然后按下了外放。那是半年前他和岳母的一段通话录音，录音里的背景音有些嘈杂，但两人的对话清晰无比。如烟啊，你弟谈朋友开销大，你这个月工资发了没？再转2万过来。妈，我上个月才刚赚了2万7，叶晨最近在问我钱都去哪了，我怕他起疑心。你怕什么？他一个大男人还能管你花钱？你硬气一点。再说了，他的钱不就是我们的钱吗？你得先顾着咱们自己家啊。知道了妈，你放心吧，叶晨那边我哄得住，他那个人好面子，不会跟我计较的。等过2年给弟弟买完房，我们就存自己的小金库，再也不用看他脸色了。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重锤，狠狠地砸在柳如烟和她父母的脸上。柳如烟惊恐地看着我，她大概做梦也想不到，这些她以为是枕边私话的算计，竟然被我一字不漏地记录了下来。随即，岳母指着柳如烟的鼻子骂她没用，连个男人都看不住；岳父则唉声叹气，不断地抽着烟，嘴里念叨着家门不幸。柳如烟一个人蹲在地上，抱着头，发出压抑的呜咽。一场原本针对我的讨伐大会，最终变成了一场自取其辱的家庭闹剧。我没有再理会他们，和陈凯一起转身上楼。电梯里，陈凯对我竖起了大拇指，脸上是掩饰不住的钦佩。叶晨，你这招釜底抽薪，真是够狠，也够绝，直接把他们打回原形了。闻言，我摇了摇头。陈凯，你错了，这才刚刚开始。看着电梯门上倒映出的自己那张平静的脸，邪魅一笑。我抛出的账单和录音只是前菜，真正能压垮他们的还在后面。回到公寓后，我从那个厚厚的文件夹里拿出另一份资料，这是我委托一个私家侦探朋友花了半个月时间查到的。刘小涛，我那个不学无术的小舅子，根本不是他父母口中老实本分的好孩子。他早在1年多以前就通过朋友介绍迷上了网络。从一开始的小打小闹，到后来的深陷其中，他不仅输光了柳如烟给他的所有钱，还通过各种网络贷款平台欠下了高达30万的高利贷。这次他之所以急着买车，就是为了用新车去做抵押，换取现金去填补赌债的窟窿。看着侦探拍下的那些刘小涛签下的借条照片，我邪魅一笑，没有丝毫犹豫。我将这些照片连同刘小涛在各个赌博网站的投注记录截图，用一个匿名的邮箱账号打包发送给了岳父。邮件的标题是一份来自你好儿子的惊喜。果然，1个小时后，我的备用手机就收到了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短信。叶晨，算你狠。发件人是柳如烟。看来这封邮件让本就热闹的柳家彻底炸锅了。然而第2天，我接到了陈凯的电话，他的语气有些复杂。叶晨，你岳父昨天晚上突发心脏病，被送进医院了，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。我握着电话，沉默了几秒，心中没有丝毫波澜。我并不为岳父的倒下而感到高兴，但我更不会为他感到同情。很快，柳如烟的短信再次发了过来，这一次没有了之前的怨毒和咒骂，只剩下卑微到尘埃里的哀求。叶晨，我求求你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帮帮我。我爸住院了，每天的费用像流水一样，我弟那边交警队催着要赔偿，不然就要走司法程序了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一条又一条，充满了绝望和无助。我看着这些字，内心产生了一丝动摇，但很快我就想起了他曾经说过的那些话，做过的那些事，想起了那50万被转走后，我彻夜不眠的那个夜晚。我拿起手机回复了他一条信息：你弟弟刘小涛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违法行为，借高利贷更是不该触碰的底线。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带着证据去公安局报警，而不是想办法替他还清那些永远还不完的赌债。信息发送后，他几乎是秒回了一条长达60秒的语音。点开后，是他泣不成声的哭喊：报警，报警，他就全毁了，他的人生就完了。叶晨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我把工资卡给你，我再也不管我娘家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你回来帮帮我，求你了。我静静的听完，然后面无表情的关掉了手机。我知道柳如烟不是真的知道错了，只是因为那个被他当作后盾和靠山的娘家终于倒了，他不能你心安理得去吸我的血了，而我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。在被现实的重锤彻底击垮后，柳如烟终于开始尝试自救。柳如烟尝试自救的第一个办法就是把那辆给他惹祸的奥迪卖掉。他带着买家去车管所，却被工作人员告知无法正常过户。这辆车虽然登记在你名下，但属于婚后共同财产，卖车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到场签字。更重要的是，当初为了防止他擅自处置，我留了个心眼。这辆车的购车合同、车辆登记证、行驶证、备用钥匙等所有关键文件，全都在被我一并带走了。他转身又把主意打到了我们住的那套房子上。那套房子位于市中心，地段很好，是我们结婚时我父母出了首付，又添了30万装修款买下的。房产证上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。他找到房产中介，火急火燎的想要挂牌出售。中介一查，直接给他泼了一盆冷水。刘女士，您这套房子还有100多万的贷款没还清，属于抵押状态，而且房产证上是您先生叶晨的名字，按照规定必须他本人亲自到场签字，并且还清银行贷款，解除抵押之后才能进行交易。卖房计划再次失败，柳如烟彻底急了，他又把主意打到了我们的公积金联名账户，里面还有10几万的余额。他跑到公积金管理中心，想要办理提取业务，
却再次被拒。这个账户因为涉及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纠纷，已经被叶晨先生申请了临时冻结，除非有法院的判决书，或者双方共同到场解除冻结，否则里面的钱一分都动不了。而接二连三的碰壁，让柳如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。柳如烟疯了一样的冲回家，翻箱倒柜，想找出一些值钱的金银首饰去变卖。卡地亚的手镯，蒂芙尼的项链，周大福的金饰，他把所有首饰盒都翻了出来，里面却空空如也。那些东西早就在我出差之前被我以拿去保养为由，全部锁进了银行的保险柜。那一刻，柳如烟终于彻底崩溃了，一种被彻底架空、一无所有的恐惧感像潮水一样将她淹没。手机再次响起，是他用公共电话打来的，没有了哭喊，也没有了哀求，只剩下一种死寂般的绝望。叶晨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握着电话走到窗边，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辆。离婚。我清晰地吐出2个字，并且我会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追回你在这3年间恶意转移的所有夫妻共同财产。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凄厉的惨笑，像夜宵的悲鸣。你早就计划好了，是不是？从你决定去上海出差的那一天起，你就已经把所有的一切都算计好了。闻言，我没有否认，是你和你的家人一步一步亲手把我逼到了今天这一步。走投无路之下，柳家终于使出了他们最后的，也是最拿手的看家本领——撒泼打滚，舆论施压。岳母从医院一出来，就伙同了老家的几个7大姑8大姨，浩浩荡荡的冲到了我所在的公司楼下。岳母伙同了老家的几个7大姑8大姨，浩浩荡荡的冲到了我公司门口，拉起了一面横幅，上面用歪歪扭扭写着“无良 IT 男叶晨抛妻弃子，逼死岳父，天理难容”。他们坐在公司门口，拍着大腿，声泪俱下的向路人哭诉我的种种罪行。大家快来看啊，就是这个公司里的叶晨，他发达了以后就抛弃糟糠之妻啊，他还把我们家女儿的救命钱都卷跑了，现在我老头子还躺在医院里，他连看都不看一眼，养不熟的白眼狼啊！闹剧很快就引来了围观的群众和公司保安，场面一度十分混乱。很快，公司 HR 总监和我的直属领导把我叫进了会议室，两人的脸色十分凝重，语气带着一些不悦。叶晨，楼下那事是怎么回事？公司是讲究体面的地方，这种家务事闹到公司来，影响非常恶劣。见状，我没有丝毫的慌张，平静地从我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个 U 盘和一沓早已准备好的文件。非常抱歉，因为我的私事给公司带来了不好的影响，但是事情的真相和楼下那些人说的完全相反。这个 U 盘里是我准备好的所有证据材料。我一边说，一边将打印出来的关键证据文件一张一张地摆在他们面前，条理清晰，逻辑严密。我不是抛妻弃子，而是被长期索取后忍无可忍的自卫反击。至于所谓的逼死岳父，更是无稽之谈。我岳父是因为得知自己儿子欠下巨额赌债，才气到心脏病发，这一点医院有诊断证明。我只是想向公司证明我的清白，我的家事我会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，绝不会再给公司添任何麻烦。领导和 HR 总监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惊。他们拿起那些文件，快速地翻阅着，脸上的表情从凝重慢慢变成了然，最后化为同情和理解。领导放下文件，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叶晨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我们不评价你的家庭，但是我们相信事实和证据，你放心处理好自己的事情，公司这边支持你，不要被这些事情影响了状态。HR 总监也点点头，立刻拿起电话打给了楼下的保安部，把楼下闹事的人请走，告诉他们这里是办公场所，不是菜市场，如果他们再胡搅蛮缠，影响公司正常秩序，我们就直接报警处理。几分钟后，楼下的哭闹声戛然而止，岳母一行人被几个高大的保安客客气气地请出了公司大门，那面可笑的横幅也被保安收走，扔进了垃圾桶。这场他们精心策划的，企图让我身败名裂的闹剧，不仅没有伤到我分毫，反而像一场滑稽的独角戏。消息很快传到了柳如烟的耳朵里。那天晚上，我收到了她发来的最后一条信息，只有短短的6个字：叶晨，你真狠。我看着这6个字，平静地回复了她：对你们，我必须狠。在正式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，并申请财产保全之后，我进入了短暂的等待期。开庭的前一天晚上，我接到了柳如烟的电话，她约我见面，地点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咖啡馆。我到的时候，她已经坐在了靠窗的位置。当看清她的脸时，我震惊了。短短1个月不见，她像是变了一个人。只见柳如烟原本丰腴的脸颊瘦削的凹陷下去，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神采飞扬，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 T 恤，曾经那些名牌的包包和衣服都不见了踪影。看到我，她原本空洞的眼神里泛起了一丝涟漪。叶晨，我们真的不能回到过去了吗？我可以改，我真的可以改，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我再也不管我娘家了，好不好？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卑微的祈求。我静静地看着她，然后缓缓开口：柳如烟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结婚第1年，我得了急性胃溃疡，半夜疼得在床上打滚，而你却一门心思陪你弟弟打游戏。最后我自己一个人捂着肚子打车去的急诊。我住院3天，你只来看过我1次，待了不到10分钟就急着要走。你说你弟弟第2天有个很重要的面试，你要回去帮他对稿子，给他加油打气。他低着头，手指紧紧地攥着衣角，没有说话。我妈60岁生日，我提前半个月就跟你说好了，简单吃顿饭，给她过个清静的生日。你当时满口答应，可生日那天，你把你娘家10几口人全都叫了过来，一进包厢就喧宾夺主，把我妈挤到了最角落的位置。整场饭局都在听你弟吹嘘，他刚找到一份月薪5000的工作，有多了不起。那顿饭
最后变成了一场为你弟举办的庆功宴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像是在讲述一个与我无关的故事。压垮我的，从来不是你转走的那50万，而是这3年里日积月累的无数个像这样让我心寒的瞬间。此刻，柳如烟的肩膀开始剧烈的颤抖，眼泪大颗大颗的掉了下来，砸在桌面上。我只是想让我爸妈高兴，想让我弟过得好一点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笑了。明天法庭上见，祝你和你的家人以后能靠你们自己过上你们想要的好日子。说完，我没有再看他一眼，转身走出了咖啡馆。法庭上，气氛庄严肃穆，陈凯的声音铿锵有力，回荡在法庭里。这是一份长达3年的转账记录，总金额高达98万7千元，而被告柳如烟女士3年的总收入也不过90多万。在此期间，家庭的所有开销全部由我方当事人叶晨先生一人承担，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赡养的范畴，属于恶意转移、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。紧接着，陈凯呈上了第2份证据。更重要的是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这近100万的资金中，有超过70%流入了被告的弟弟刘小涛的个人账户，而刘小涛在过去的1年多时间里，沉迷于网络赌博，并欠下了巨额高利贷。这份证据一出，旁听席上的岳父岳母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柳如烟也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。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，我竟然连这些都查得一清二楚。然而陈凯没有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，紧接着抛出了第3份，也是最致命的证据。审判长，我方还有一份录音证据，证明被告柳如烟女士及其母亲存在着恶意转移、侵占我方当事人婚前及婚后财产的共同意图。随即，他按下了播放键。他的钱不就是我们的钱吗？你得先顾着咱们自己家啊！叶晨那边我哄得住，等给弟弟买完房，我们就存自己的小金库，再也不用看他脸色了。柳如烟在听到录音的那一刻，彻底崩溃了。他猛地从被告席上站起来，指着我，情绪失控的尖叫：“叶晨，你算计我！你这个刽子手，你冷酷无情！”肃静！法官敲响了法锤，威严地喝止了他的咆哮。被告，请注意你的言辞，如果再扰乱法庭秩序，我将依法对你进行处罚。柳如烟被他的律师死按回到座位上，整个人像一滩烂泥，面如死灰。我自始至终没有看他一眼，我只是平静地向法官陈述着我的诉讼请求。第一，判决我与被告柳如烟离婚。第二，判决被告柳如烟返还其恶意转移的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，共计49万3650元。第三，婚后我们所居住的房产属于我的个人财产，婚后共同还贷部分，我愿意依法对其进行补偿，但房屋所有权必须归我。面对如山的铁证，对方律师节节败退，几乎放弃了抵抗。当法官敲响法锤，宣布最终判决结果时，我的内心前所未有的平静。法院最终判决如下：一、准予原告叶晨与被告柳如烟离婚；二、婚后房产归原告叶晨所有，叶晨需在1个月内向柳如烟支付婚后共同还贷部分的财产折价款，共计10万元整。三、被告柳如烟在婚姻存续期间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事实成立，判决其需向原告叶晨返还45万元。两项相抵，柳如烟不仅没能从我这里分到1分钱，反而要倒赔我35万元。柳如烟在听到判决结果的那一刻，当庭就瘫倒在了地上，不省人事。走出法院大门，我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浊气。这场持续了3年的噩梦终于结束了。事过半年，生活早已回归正轨。公司因为欣赏我在那场风波中表现出的冷静和能力，将我调往上海分公司担任新成立的项目部的总监。后来听说他们为了还刘小涛欠下的和那40万的修车费，把房子都卖了。柳如烟的事在圈子里传开，名声尽毁，工作也丢了。为了还那35万的债务，只能靠打一些零工勉强度日。1年后，因为一个合作项目，我回了趟老家。等红灯的时候，我无意间一瞥，忽然在路边的人行道上看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，是柳如烟。她穿着一件廉价的快餐店工作服，手里拿着一沓传单，正在向过往的行人发放。她的头发枯黄，身材比1年前更加消瘦，脸上只剩下麻木和疲惫。就在这时，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抬头向我这边看了过来。四目相对，那一瞬间，她眼神从最开始的震惊，再到浓烈的嫉妒和悔恨，最后所有情绪都褪去，只剩下一种死灰般的绝望和黯然。我没有躲闪，只是平静的与他对视了那短短的几秒钟。绿灯亮起，我收回目光，脚下轻踩油门，黑色的轿车平稳地汇入了前方的车流。后视镜里，他的身影越来越小，越来越模糊，最后彻底消失在了我的世界里。